喜欢老 K 与小猫频道的朋友们，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哟。Hello，大家好呀，我是小猫。前几天我姐来问我一个问题，说现在货币贬值越来越快，她存钱还有必要吗？当时我想了想，姐啊，你这个题目本身就是错的啊，因为货币不是贬值越来越快了，而是越来越慢了。我姐一听，一脸震惊，然后我就跟她聊了聊，聊完我就觉得也可以给大家聊一聊。想必能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们，我想应该是知道货币贬值、放水、通货膨胀的关系。不过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心中的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是那种央行直接把钱撒到每个人手里那种吗？事实是不是的，其实靠的是贷款。这里面的逻辑，半年前很多人还不明白，但是最近这3个月吧，越来越多自媒体博主都在讲了，我就不重复科普了，只是简单总结一下。过去通胀又高又快，一来因为中国对外贸易增多，赚的外汇也会增多，但是外汇在国内是不能直接用的，所以央行必须发行对应的人民币。二来，中国产业发展很快，所以基本上都是用了先贷款拿钱，再去生产产品，其次销售产品，然后赚钱获利，最后拿钱还贷，这么一个过程。又由于是生产贷款的逻辑，所以为生产而贷款的钱还完之后，那销售产品获利还有剩余部分，其实就是先借钱搞产业，赚的钱比欠的钱多了，这样就导致市面上的人民币就多了，所以通胀也就开始了。但是这两种理论上都是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有与之对应的东西，所以这并不是撒钱的逻辑。但是这些年情况完全不同了。第一，我们的出口开始逐渐受限，所以外汇的增加速率比之前会慢，甚至绝对值也有可能会减少。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如此啊，但是我们聊的就是可能而已。所以在这方面，央行需要增发的人民币并不是很多。第二，今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贷款做什么产业就一定会赚钱的时代了，所以通过贷款还钱的方式来增加通胀也比之前少了很多。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了电视剧《繁花》会不由自主感叹那是一个能成为宝总的好时代。实际上，大家去看全世界各个大国，在自己经济超级发展的时代，通货膨胀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当他们国家的经济趋于平稳的时候通货膨胀也相对比较低了。当然会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而有通胀周期，但这个和国家因为大幅度发展而产生的通货膨胀是不一样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预计已经不会像之前那么通货膨胀了，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速率会越来越慢。这是我为什么说我姐问的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原因。另外，我再解释2点经常会遇到关于通胀的问题。第一点，关于物价上涨，实际情况是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房价在通胀，但是很多基础物资都是在通缩的。我们很多人感受到的通胀，实际上更多的是房价以及房价衍生品，比如房价增加了，房租得增加了，房租增加了吧，做生意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那么在做小生意，店里卖的水果、包子、面包、按摩等一系列的产品服务也会增加成本。但是你觉得你的工资涨了吗？早年间企业掏得起钱的时候，可能你还在涨，但是这些年，大家应该能明显感受到工资涨得越来越少。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也难以支撑，因为房价以及房价的衍生物而产生的成本上涨了。很多看起来高的物价，其实你拆解到最根本，很有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房子涨价的部分。这就是房价以及房价的衍生物产生的通胀的现象。
但是最基础的物质，比如米面油等系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怎么涨价。相反的，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在控制这些物价，很大可能是在降价的。大家要注意啊，前面我提过这个观点，有人就说包子在涨价，我说的不是这个成品，而是最原始的物质，像小麦、水稻这些。当然，由于农作物生产过程中也会有肥料啊、农药等因为房价上涨而提升的商品作为其成本，所以小麦价格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最基础的物质。但是这些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心中有数，先忽略不计。大家都知道，我们收农民的粮食的价格并不高，但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中国已经给了补贴。如果你去比较，有好几种粮食收购价格是比国际粮价要高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国家不给这些粮食进行补贴的话，我们能够收到这些粮食的价格其实是低的。这是某种意义上的通缩。另外比较明显的应该就是电子电器产品了。经常会有一些人来问，这10来年有什么东西是在降价的？我就会回复洗衣机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在2013年，我家里在装修嘛，爸妈在重庆买的10公斤，然后全自动的洗衣机还需要快3000块钱。是你今天去买一个10公斤全自动，还带除螨变频的洗衣机，也只需要1000出头了。而且有些品牌或者一些平台做活动，或许都不到1000就可以拿下。有人会说这是摩尔定律，这是产线提升等一系列理由，但不管这理由是什么，从价格下降的事实来说，这不就是通缩吗？这还是在房租、房价都在涨的情况下，机器价格还在下降。这意味着，如果房价没有涨，房租没有涨，这些机器的价格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都还要低。也就是这么10来年，有些电子电器产品的价格会降得更厉害。实际上，这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社会化大生产一定是可以降低成本的。如果社会化大生产的结果是成本增高，那还不如不要做社会化大生产。当然，考虑到资本的贪婪性，可能现实并不一定会这样。这就是我说的房价在通胀，很多东西，尤其是基础性产品在通缩。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那个房价上，所以通缩的、降价的你是看不到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得尊重这个客观事实。哦，对了，因此而产生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孩子上学的成本等，这也是通胀的，这个咱们不否认啊。当然，既然话都说到这里了，小猫不妨再总结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是在通胀的？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跟基因延续强相关的东西都在通胀，比如房子，比如房子的学区房，这些都是在通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结婚，你要生孩子，你生了孩子之后还是要上学，那么这些东西它都是在通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被设计出来的，这就是小猫说的基因延续通胀。而为什么基因延续相关的东西在通胀呢？或者说为什么有人在设计的时候把基因延续相关的东西设计成通胀呢？因为他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对于10几年前的大多数人来说，基因延续是当时所有人的刚需。至少在10几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自己应该结婚，应该生孩子，毕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小猫之前看过关于选择房地产作为涨价逻辑的视频，里面说过为什么选择房子涨价，这是因为跟土地财政有关。然后房子就成了大家中软肋中的软肋，所以现在能看到很多人吐槽买房的问题，基本上用的都是你不想买可以，但是丈母娘可以吗？换言之，就是买房子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需求，
它是为了基因延续而产生的购房需求，不是你的需求。但是为什么现在就不灵了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逐渐在基因延续这件事情上开始松动了，而且这个松动几乎可以说是到了某个临界点之后会很容易崩盘的，就像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的一系列国家一样，到了那时候你挽回都挽回不了了，这是历史规律。就拿之前上海有一对储蓄300万躺平的丁克夫妇，他们俩就给大家打了一个样。很多人逐渐意识到了，如果这辈子不生孩子，其实花不了太多钱，因为当你不生孩子的时候，你就完美躲过了这10几年的高通胀的载体，尤其是房子。当你逃出基因延续圈套，这样通胀就与你无关。你只要不去涉足通胀相关的商品，你只需要消费通缩的商品，那么这些钱对你来说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大家明白小猫的意思吧？小猫举个例啊，比如说你有200万，未来可能房价还会微涨。如果你把这200万用于买房子，那房子对于你来讲一定是通胀的吧？但是你不把这些钱花在买房子上，而是花在比如电视机啊等一系列逐渐在降价的商品上，那么这200万对于你来讲，未来就是越花越值钱。现在你听起来小猫是在天方夜谭，但小猫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就明白了。你想你不生孩子，那么你就没有学区房的诉求吧？你因为不生孩子，所以你的花销也会变得比较少，对吧？所以你拿着200万就可以去你觉得宜居的，但是消费并不高的一些城市进行生活。所以即便你在这些城市生活，你也可以不用买房，你租房就可以啦。而今天在中国3、4、5、6线城市，你花2000块钱租一个100多平的房子，一个100多平住的舒适的房子，其实可选项是很多的。一个月2000，一年24000，这什么概念呢？就是100万存款每年的被动收益而已，剩下的100万每年的利息可以让你在这3、4、5、6线城市消费的也是相当不错的。然后你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产生的收益，可以抵御未来可能并不是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了。听到这个是不是想起小猫上期讲的普通人如何实现财务自由？如果你每年花5万，就算年化利率只有2.5%啊，这辈子也是花不完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舒服的、自在的躺平了。第二点，千万不要把当年的万元户拿到现在做比较，就吓到自己了。很多人经常吓唬人的一个手段就是说，你看看当年的万元户在当年是多么多么的有钱，你再看看今天1万元能干什么，来证明通货膨胀有如此之高。今天小猫想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首先，当年的万元户真的也不算什么，只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没见过世面而已。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看那个时代，中国的人均 GDP 所以要换算成美元，你就会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人均 GDP 只有200多美元。换言之，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很穷的，所以你看到1万多元，这是正常的。就像如果你是一个跳蚤，你看到约克夏，你都会觉得它是一头巨兽。有人说可能会不对，那个时候1万块钱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没错，但是你自己要注意，那个时候之所以可以买到很多很多东西，不是1万块钱值钱，而是因为很多东西是被国家强制的压制了价格。你注意，那个时候我们可不是市场经济，大家注意，那个时候我们可不是市场经济。你能1分钱买米面油这些东西吧，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粮票。小猫可以和大家打赌，如果那个时候国家直接市场化，把粮食完全放开，价格绝对不可能是1分钱5分钱，明白吗？小猫再解释清楚一下，当年的万元户之所以让大家觉得很多，第一是因为我们当时中国人民都很穷，我们是在人均200多美元的情况下看1万元人民币。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均 GDP 已经是$10,000多了，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有多少倍的差距。其次，那个时候你能很便宜的买到东西，是因为国家把一些自己能够控制的物资的价格，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控制得很便宜。当然也跟当时的房价很便宜也有关系，因为房价衍生品成本不高，这是一个综合的，但是又属于很次要的原因，我们就不细细阐述了。能够证明小猫上面的观点的东西就是海外产品。比如小猫上网查资料，印象非常深的是在90年代，27寸的大彩电电视机要3000多块钱，那个时候电视机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物件了。但是要知道那个时候万元户都是很稀有的，一个电视机就要3000多，那为什么那么贵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外国进口的呢。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在当时可以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把一些基础物资价格压得很低，但是只要一些东西是外国进口来的，那些东西就压不下价格。这才是我们小的时候万元户的真相。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通货膨胀一定有，所以那个时候的10000元一定比今天的10000元要值钱一些。但肯定没有很多人说的那么夸张啊！你会发现那些人告诉你的10000元，当年购买力和今天比较发生了几百倍的变化。基本上的算法都是以当时的粮食来计算。然而粮食是什么？就是小猫刚刚前面说的，国家可以在计划经济内控制价格的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拿进口电视机啊、洗衣机等一系列外国的东西来进行对比，因为这样一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价格其实没有很大的差距。实际上，你去查一下美国1980年到今天的通货膨胀增长率，它有，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小猫记得是3倍还是几倍的关系啊？所以小猫是觉得不用特别担心。小猫不是说通货膨胀未来没有了，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刻舟求剑了，要以过去40年通货膨胀增长率来预知未来自己40年，因为这样的话大概率你会被人坑。其实大家在生活中能发现，很多博主他们之所以给你说300万存款焦虑，是因为他们要卖他自己的东西啊，比如让你买他的保险，让你买他的课，让你去参加的某种投资等等一系列的东西，这些都是先告诉你当前的东西不稳妥，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嘛。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的智商和那些买保健品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只是买的东西不一样而已。说了这么多，一直在说通货膨胀，现在可以说一说存钱还有没有必要了。很多人不太明白，经常拿我们的经济情况跟世界上不太拿得出手的国家进行对比，比如说毛里求斯呀，比如说津巴布韦等一系列通胀很厉害的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脑残的一种行为啊！小猫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妄自菲薄到这个程度。大家要知道，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经济政策也好，经济行为也好，但是很难像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发生这样的恶性通货膨胀的。这难到什么地步呢？难道如果中国发生这种恶性通货膨胀啊，那全世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相信有些人可以理解小猫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涉及到世界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首先我们是全世界唯五的被世界合法承认的可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且中国的核武器实力，相信大家还是知道的。这意味着中国的基本盘是稳的，并且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全世界是排第2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生产力其实是在某种意义上的六边形战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是可以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的。说人话就是，我发展快了，我就可以超发货币。如果我的发展并没有那么快，我就没必要超发货币了。
经过了现代经济学之后，很多国家已经不会再干像当年一样那么蠢的竭泽而渔市的狂发货币，卷了人民的财富就逃到某个岛上之类的行为。相反，如果中国的经济完全崩盘，美国还有欧洲都好不了。所以小猫觉得我们可以担心通货膨胀，但是担心到像津巴布韦等如此恶性的通货膨胀的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没有必要的。至少在你短短几十年的生命周期里是不太有可能的。所以在上面这些逻辑之下，在你的有生之年，通胀必然会有，但是是一个逐渐降低的通货膨胀率。兄台，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吗？第一啊，肯定是要存钱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比之前低了，那么你现在存钱一定是最好的。通货膨胀的速率降低，你知道意味的是什么吗？意味着工资可能涨得会越来越慢，甚至在某些行业，工资可能还会降。你的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比之前的速率相对而言是越来越值钱了。所以你现在存钱当然是好事啊。另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有生产力大的变革，否则行业可能就像这几年一样一滩死水。这意味着大家可能会越来越卷，不仅是打工人会越来越卷，商品之间也会越来越卷。而商品卷的结果就是价格下降，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商品会通缩。注意，小毛说的不是全部，说的是通缩的商品会越来越多。明白小毛的意思吧？那你现在攒钱，将来购买越多的通缩商品品类，你不就赚了吗？第二点啊，除了攒钱之外，你还需要具备另一个技能，那就是获取被动收益的技能。很多人只要一听到别人提被动收益，就会条件反射地说，你不知道未来的银行存款利率会越来越低吗？FIRE计划根本进行不下去好吗？这个 FIRE 计划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其实类似于小猫上期的影片，区别于它是靠4%的利息生活，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话说回来，有些人就觉得这些人很搞笑，人家说的被动收益说的不是存款，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是没有教给大多数人去如何进行被动收益的。当然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也不会教的，因为他们也不想让普通人知道啊。这个话题又说远了，不说了，还是收回来吧。简单来说，你有一定存款之后，你需要在自己还持续可以产生收入的年纪，来学习更多的能够生产被动收益的方式。普通人会的只是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的利率会越来越下降，这个是事实。但是我就问你，这个世界上用钱产生被动收益的方式，仅仅只是放在银行里吗？不是的，其他的方式是没有风险吗？有的。同样，上期视频小猫也讲过。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如何找到符合自己预期的被动收益的理财方式，以及如何学习一些技能，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规避风险，获取收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之所以会打工，是因为你从出生那一刻，你毕业到大学，到你现在看小猫这期影片的时候，你都被教育成去打工来给社会增加财富，给你增加收入这么一个模型。学校是不会从小给你教如何增加被动收益的这种技能的。但是学校不教，你就不学了吗？学校不教有他的考量，但咱们得活成一个人吧。所以总结一下，通货膨胀会有，但不会像过去一样，通货膨胀也不会越来越快，它会越来越慢。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最优解一定是存钱，并且得学会通过钱生钱的技能。当然呢，你还有一条捷径可以走，
那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尽量选择通缩的商品进行消费。如果你这辈子不结婚、丁克、不生孩子，那么你这辈子存的钱应该是花不完的。当然，这对整个社会宏观来说并不好。但小毛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这个世界上往往社会宏观的目标和个人生存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吧，拜拜。